校花学姐被求爱，多次拒绝之后，见学弟不死心，他就说：“我现在欠了30万的贷款，你有钱帮我还吗？有的话，我就考虑和你恋爱。”说完，转身回了寝室，留下学弟一个人，手捧着玫瑰花在楼门口淋雨。这位校花名叫郭美艳，追她的学弟名叫张长青。郭美艳根本就不欠什么贷款，她这么说的目的无非是想让张长青知难而退，不要再骚扰她了。而张长青却信以为真，他回到自己的宿舍之后，就开始努力想怎样才能快点弄到30万。思来想去，灵光一闪，忽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兴奋的张长青使劲一拍床铺，大喊一声：“我有办法了！”这一拍一喊可不要紧，把同宿舍的几位同学都给吵醒了。张长青，你疯了？喊什么喊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凌晨2点，你不睡还不让别人睡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做梦了。第二天借着课间的一点空档，张长青跑到郭美艳的面前，低声说：“美艳，你不用发愁了，我很快就能搞到钱，替你还债，我就是你的男朋友了。”郭美艳皱着眉头，瞪大了双眼。张长青接着说：“没事，别担心，绝对是合法的钱。这不快放暑假了吗？开学我就把钱交给你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开心地跑回教室去了。郭美艳站在走廊上愣了一会儿，才缓步走回自己的教室。她有点后悔了，悔不该用这种方式拒绝张长青。其实她对张长青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只是她不想姐弟恋。现在看来，张长青真的是可爱又真诚，有心直接告诉他自己说的是假话，可那样不等于承认自己是骗子一样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郭美艳一时没了主意。很快到了周末，放学后张长青回宿舍楼，半路上看到郭美艳钻进了一辆价值100万的豪车里，车子一阵风似的驶离了学校。身旁的同学刘三儿说：“咱俩是好哥们儿，我才跟你说心里话，校花是不会嫁给穷人的，你还是省省吧，老弟。”张长青扭头瞪了刘三儿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不过他心里却画上了一个问号，美艳坐的这辆车会是谁开的呢？如果是他家里人，说明他家很富裕。不对，那样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欠贷款呀？是别人，会是什么人呢？周一中午，张长青正在食堂吃饭，郭美艳忽然坐到了他的对面，满脸笑容。张长青，如果你真的说到做到，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张长青心想，别说一个条件，10个我也可以答应啊。什么条件？你必须答应我，原谅我对你说一次谎话，只一次就行。张长青眉头一皱，想了想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很快又到了周末，放学后回宿舍时，张长青忍不住就往校门口那边看。这次看到了接走郭美艳的豪车司机，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，看上去很有风度，很有派头的样子。身旁的刘三儿也看见了，不过这回他没说什么，只是撇着嘴摇了摇头。张长青知道刘三儿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不过他心里也在猜测这接走郭美艳的究竟是个什么人。到了第3个周末，刘三儿帮张长青借了一辆摩托车，对他说：“兄弟，下周就放暑假了，你去看个究竟吧，弄清楚之后再决定暑期里要不要去搞那笔钱，帮人家还贷款。”张长青先是迟疑了一下，然后默默接过了刘三儿递过来的摩托车钥匙。张长青骑着摩托车尾随郭美艳乘坐的豪车来到了一个豪华的别墅区。眼瞅着那辆车进了小区，张长青被保安拦在门外，进不去。他发了一会儿呆，就想着离开这里。刚骑上车座，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回头一看，张长青愣住了。
原来是学姐郭美艳。长青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，既然来了，我就早点告诉你实话吧。来，跟我来。郭美艳领着张长青走了一段绿树环绕的青石路，来到了一幢豪华的独栋别墅前。穿过小花园，站在门口，郭美艳这才说：“长青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了，欢迎你来做客。”张长青大瞪着俩眼，既惊讶又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。他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羞辱感，但是这种羞辱感又仿佛是不合理。没等他多想，门开了，一位中年阿姨笑容可掬。进屋后见到了那位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，原来他就是郭美艳的爸爸。张长青生平第一次进到这么豪华的住宅，感觉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尴尬极了。郭美艳留他吃饭，张长青执意要回学校。待了一小会儿，他就走了。他明白了，郭美艳说的欠贷款让他帮忙还，原来是谎言。看来我跟他真的不合适，要是跟他谈恋爱，那不等于是吃软饭吗？所以张长青郑重其事地向郭美艳说了声对不起，算是结束了这段还没有开始的恋爱。而郭美艳也只好默默接受。张长青父母早亡，他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，爷爷临死前交给他一件古董，价值几十万。原本张长青是打算当掉这个古董，帮助郭美艳还贷款的。后来大学毕业后，张长青决定自主创业，就变卖了这件古董，然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，等成功了再去把失去的爱情追回来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张长青太单纯了，公司开业没几个月，合伙人便卷走了所有的钱，消失不见了。张长青差点选择自杀，好在朋友刘三在旁边一直劝导，他才又重新振作了起来，打算先找一份有挑战的工作，努力干出成绩，再谋发展。张长青应聘进入了一家化妆品公司，由于他性格真诚，肯努力，不到1年的时间便升任了销售主管。年底公司的表彰大会上，作为销售冠军的张长青上台领奖，公司投资人亲自给他颁奖。这一见面，张长青就傻眼了。原来公司的后台大老板竟然是那个留着2撇胡子的中年男人，学姐郭美艳的爸爸。领完奖之后，张长青想到洗手间去清醒头脑，结果一出门，他又愣住了。一身红衣的郭美艳站到了他的面前：“长青，你还好吗？我一直在等你。我知道你这2年的经历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自信点好吗？不要再压抑自己的感情了。”张长青注视着郭美艳火辣真诚的目光，四目相视足有1分钟，然后2个人同时张开双臂，紧紧抱住了对方。朋友，您觉得他俩的爱情会甜蜜幸福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出您的观点。